今天采访的同学是咱们摩登班的小鱼仔同学。小鱼仔同学的《苍古一再》是咱们学员近期发布的作品啊。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那个视频，然后咱们先请小鱼仔同学打个招呼。Hello，大家好，我是鱼仔，我的老家是浙江温州的，我普通话不太标准，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很多同学都在关心您是怎么想到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我之前也不知道 UE 这个东西啊，当时我还是2D 美术，当时遇到了一些瓶颈，感觉行业竞争也非常的激烈，特别的迷茫，就找视觉领域的朋友谈心交流，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UE，说这个方向目前还可以，所以决定试一下，我就决定去学 UE，但是后来发现与 UE 相关的工作方向还是有很多的，一开始我也不确定自己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只是在各个平台上面跟着那个教程试着做了几个场景，那几个场景都是电影向的，固定的镜头，也试着做了一个角色，但是在做那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很享受那个过程，因为那个过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对着毛孔、发丝还有那些缝线去做一些精微的操作，个人不是很喜欢那些东西，所以，但是呢，我对场景中的那些山山水，还有植物、还有空气、人物风动，还是很喜欢的。还有在制作那个场景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可以在这个场景中随意的跑就可以了，就非常好了。所以很自然的选择这个地边的方向去发展。谢谢小鱼仔同学的一个分享。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您现在已经完成了作品，您在课程结束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结束之后，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地边作品有了，但是模型和贴图这一块还是我的短板，会准备去提升一下这个方面的能力。我感觉这样做，就学了这个模型还有贴图之后，做场景也会更自由一点。顺便再谈一下模型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同学比较关心的。您对自己的一个学习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我觉得学习时间上的分配还是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需要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去不断优化，再去调整。我这边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在创作期间大致的作息，这个就比较个人来动说，我会在工程上面做表格，规划自己大概的一些时间安排，简单记录一下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内容。一般都是在早上8、9点的时候起床，9、10点的时候吃了早饭，同时在电脑上会做一些，就写那些有的没的那些表格。10点开始学习或者整那些创作，一直到下午1点准备吃午饭，吃完大概是我看一下，大概是2点多继续创作。如果觉得困得不行呢，我就会睡一会儿再起来做。对。下午到5点到8点的样子是我的弹性的时间，我会在这个时间吃个饭，再去运动。具体安排是要去看一下我那边附近有一个瑜伽馆，每周的课程表，会根据他的时间提前的去规划这一周这3个小时里面的运动的内容。到当天的时候去不去呢，会根据当天的状态来定。比如说，如果我感觉今天创作的欲望特别强烈，那我就只去1个小时，把预约多了的那些课取消掉。如果感觉今天状态特别差，我就会去运动2到3个小时来恢复一下自己的状态。其实瑜伽的运动量没有特别大，不太会出汗，所以3小时是完全可以的。回到家差不多是8点到9点，那个时候如果有创作欲望就接着干到自己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就洗洗睡这样。如果完全没有创作欲望，就干点个人生活相关的事情，比如为明天的创作做好准备这样。还有工作的数量，就是每个月没有特殊情况工作日的数量差不多是在20到24天，其他的时间都会安排自己出去放松一下，跟朋友约个饭什么的。我觉得我的工作学习时间的安排是比较宽松的，如果大家抓紧一点，创作的周期就能短一点。谢谢小鱼仔同学的分享。我从他这个分享里面，我感觉到了一个
作息非常规律。还好。您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作品《苍古一再》的一个制作思路和想法吗？这个思路和想法。其实我做这个场景的初衷，也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对马岛的场景，在里面跑得非常开心。有些场景真的美到我走不动路。不过我更喜欢去现实中体验真实立体的感觉，再反哺到虚拟世界里。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创作这个作品也是出于对现实世界跟虚拟世界两个方面的美带给我的触动积累起来的创作欲望。其他好像也没有了。所以我找的那些参考图呢，都是对马岛的图集，以及制作过程中才发布的那个黑神话的图集作为风格对标方向。当然也会跑到那个游戏里去截图啊，更直观的去看大佬是怎么去细化那些局部的，还会找一些自己感觉美美的真实的细节图去对标最终细节程度的方向。最后呢，还会找一些那些结构性的图作为逻辑合理性的对标方向。但是感觉古建筑的结构解剖那些图不太好找，我后来在那个素材网上找了一些类似的3D 模型去拆开来看，去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它怎么一个穿插，只有这样去理解了那些穿插结构之后，才能把它搭建出来。那您在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中，有遇到过哪些棘手的问题吗？因为您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大的。有啊，就是我在图里面也放了一点右下角那一块，就是这些东西我以前都是没有做过的，都是边学边做的过程中去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奴役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那些技术问题，比如那些闪屏奇怪的光发黑，还有鬼畜那种性能优化的问题等等，还挺多的。因为我是小白，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问题就更多了。尤其我在做那个双层建筑的搭建的时候，问题特别多。还有性能优化、水效果以及角色与场景的交互方面，也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现在就逐个的讲一下，在双层建筑的时候，我在搭建的时候，本来一开始是想在玛雅里去完整的把这个房子拆开模块化做好，破损做好，整理好组件后导出 UE 里去拼起来。后来发现软件与软件之间的存在很大的色差，而我模贴这一块又还不会了。当时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保证贴图的质感可以比较高度的还原，所以就放弃用玛雅做破损的想法，直接在 UE 里一点点用布尔做破损，就只拿一块陶的资源里面提供的一个破的木块，不停的把那些完整的房子 bevel 做破损。这个期间试错的时间花了大概1周，因为我在玛雅里已经把模块化组件都已经拆完，大纲整理完，然后组件一个个导出去放到 UE 里，才发现是不行的。一开始应该拿个组件碎片先去 UE 里测试一下下，这样会比较好。那时候整的心态都不太好，就出去玩了几天调整状态。然后最右边还有一个，最右边那边有个房子是爆掉的嘛，是被我砍掉的室内，我还做了一个室内的场景。可能是当时我打的光有点多，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性能问题，还是说我的灯光数量太多导致场景爆掉。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在编辑操作的时候会爆，结果那个渲染出来的图片也是这样爆掉的。虽然当时我可以把这个房子的灯光都删掉，然后重新做，而且我还大概数了一下，打开多少个灯它会开始出现闪烁，评估自己如果重新做能不能保证优化后所放置的灯光数量是在这个标准之下。我当时感觉没有太大把握，所以不太想冒这个风险。还有室内的细节点还不够完善，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优化，所以直接就把这个室内砍掉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室外的场景，把室外做得更精致一点，准备后面再找机会单独的去尝试做室内的场景。那这些就是我在做双层建筑的时候比较头疼的一个
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闪烁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如果有大佬知道，一定要告诉我一下。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性能优化的方面，不过老师课上会完整系统的讲到，但是自己实际操作起来是要自己从不同的方面去仔细的一点点测试对比，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和一些小经验。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多少呢？根据你场景的大小，然后资场的那个数量和面数来定。场景越大，资场越多，你的那个资场的质量越高，性能优化时所消耗的时间就越多。我这个场景所用的房子和树的面数都超级高，电脑运算起来比较的慢的，改个数值也需要大概半天才能反应过来。再加上后期你资产多起来，你还不能全选操作，不然你 UE 会直接崩溃掉。不过 UE 崩溃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到后面你也见怪不怪，所以时不时保存一下工程还是很有必要的，要养成备份的习惯。我后面是把这些模型都改成 Ninete， 能改成 Ninete 的都改成了 Ninete， 而且降低了模型三角面的百分比的值。在这里，我还有一点比较重要，想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合理的分类管理好 UE 右侧的大纲啊，利用好子关卡和控制台变量预设，管理好这些就能比较好的缓解你在编辑操作的时候电脑的压力。这些就是我在性能优化方面想说的。另外，水效果、角色与场景的交互，这两个是我自己拓展的知识点，它是属于 TA 的范畴。教程需要自己去网上找。这边推荐一个有关的大佬，陆阳老师可以帮我发一下链接吗？稍等。大佬真对我的帮助还挺大的，所以在这边就分享一下。大家有需要可以截图保存一下。我想问一下，那您平时遇到问题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思路呢？遇到问题，我每次遇到问题，我都会先试着自己先一点一点、一个个去排查一下是什么问题，会根据问题或发现的一些可能点去网上找相对的解决方案，就解决方案。自己如果真的解决不了了，再找助教和腾飞老师寻求帮助。大部分都是能够跟助教老师一起解决，除非是那种特别超纲的问题，那种比较难的，我觉得就只能去多方面的寻求帮助。有时候我也会用 ChatGPT 来寻求帮助，可以拓宽一下自己的思想，不是思想，拓宽一下自己的思路。解决流程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参考的。那您方便对一些同学提供一下一些建议吗？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建议也谈不上吧，就是说一些我自己会经常提醒自己，首先身体上的要保持规律的节奏，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真的很重要，改正一些不良的坐姿和站姿，避免影响自己的骨骼健康。吃饱睡好后再创作。心态上要保持比较有耐心，慢慢的做，一点点的去优化，一定要享受创作的过程。然后期间最好做好工作记录和自我的感受，这样就比较方便自己回顾和思考，也方便自己找到方案。思考之后会有更多的思路。有时间了就多出去玩，买份收集一些素材什么的。遇到问题啊，多跟朋友交流，积极主动一点，都是可以解决的。就这样。好的，谢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之前您去玩采风拍的吗？这些照片。其实这里大部分都是上面什么小红书上云旅游，哦，我在自己网上的没有找的一些视频。放上来。左边那就是现实照片，左边4张是那个电影的截图。看那个变形金刚的时候，它有一个过场，就有感觉跟我那场景的气氛有点像，我就截了4张图。这些是的。那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问答的环节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同学有一些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评论区啊。有同学问您这个场景是花了多长时间做完的呀？差不多7、8个月了，但是你如果做快一点，就抓紧一点，时间要比我短，因为我中间经常要躺下来歇一歇。对，小鱼仔同学还是兼职的一个瑜伽老师。那您这个是平时上班啊？上班，刚才有说过是兼职的瑜伽老师，一边和场景设计工作内容类似吗？其实算是类似的，因为
地编它也是在设计这些东西。对，学到什么程度可以自己创作，可能你需要把你自己的基础打牢实一点，才可以自己进行创作，要不然你遇到一些资产制作方向的问题，你就会卡住，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好去进行发挥性的创作。仅仅是资产家自己处理的破损吗？资产，对，是这样的。对，写实的城市类型原画怎么选择？这个需要看一下你的一个程度，因为如果说你的基础制作资产的能力还可以，那你可以稍微选择一些元素比较多的、复杂一点。如果说基础弱一点的话，建议还是要选一些简单一点的、元素少的，这样你先完成一个作品，看地边还得模型全流程，差不多。因为现在的地边呢，很少不会做模型。我找石头的时候，经常出现匹配不上的问题。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进行二次修改了嘛。因为如果说你东西不匹配，就像我刚刚说的情况一样，你在设计的过程中，你的资产不匹配，那你就要去进行二次创作、二次修改，遗嘱资产出现纹理等等不匹配的情况，匹配不上的情况。纹理的话，要看你的资产那个材质写的复杂不复杂。如果比较简单的，可能是就调不了太多东西。如果是它本来就有很多调好的，已经放在那的那些数值，可以有很多可以调，那你这个操作的空间就很大。有个同学问小鱼小姐姐，学完以后是想从事地编了吗？如果有机会是可以自己也想接着创作新的东西，对这个还是蛮喜欢的。兴趣带着学的话是最好的。我之前是插画，也做过角色原画，现在是转到地边这样。苔藓是石头自带的还是材质写上去的？是指这上面吗？苔藓是用的插件，你这个苔藓还蛮复杂的那个插件，你还得另外去学，你去找教程，你去学这个苔藓的一些调整的参数。感觉小鱼姐姐很熟悉，很熟练软件，跨行业学得好快呀。可能跟我大学专业有关系，大学专业是多媒体的，所以我对这个软件学起来不会那么怕，所以还是感觉蛮熟悉的。游戏地边新人好进吗？网易实习对地边作品要求是怎么样？需要全流程？其实对于新人的话，一般来说面试他都会跳到场景模型那个岗位，所以说模型还是要会做的。因为像新人他的设计能力还是比较偏弱的，那他就不会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一般来说，他都会找一些手手，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去做模型，去打一下基础。别的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作品不烂尾的都是神。是的。其实像小鱼仔姐姐的话，我有看过她之前的作品，几乎算是零基础，几乎算是，而且做的这些场景其实看着是一个连贯的，但是实际上它是很多那个成分组成的，很多角度。对了，之前我有分析过一个图，稍等一下，我打开看一下，这个图大家能看到吗？这个是我根据一些老师去总结的一些东西，大概的一个求职作品是在4到5个左右形成一个作品集。如果说你是零基础，那你学习建模，你就要打一下基础嘛。打基础一般来说都是2个月左右，这个2到3个月，当然这种是顺畅的情况下。模型作品你要准备多少3个左右，熟练的也就1个月一个，那你就要去再准备一些全流程的或者说地边的作品。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进行倒推一下，刷地形怎么练习？感觉每次刷的时候都没有想象，都没有那么像。那你需要去找一个地形，找一个好一点的地形，要专门去针对性的去练。插画比地边好，为什么要转行？这个要请小鱼仔姐姐帮忙回答一下。因为我不太喜欢画画。全流程跟地边有什么区别？全流程它就是偏向于资产制作的，因为所有的资产它都是自己制作的，基本上。地边一般因为它这个场景就像它这种场景是比较大的，那你做资产做起来是需要很耗时间的。那在项目中它也不可能给你这么多时间让你这样去搞，所以说基本上地边都是用外部的资产，但是有的资产你不合适，需要你自己去修改。这个是全流程班，这个是地边班。小鱼仔姐姐是地边班的，她基本上算是零基础。之前有做过一些东西，但是不太方便给大家展示。地边转插画容易吗？这个还得需要小鱼仔姐姐帮忙回答一下。这个我感觉两个
我觉得插画转地边会容易一点，地边转插画也说不定，都可以，看你有多强的欲望，多喜欢那个东西，其实都可以。兴趣带着学。刷地形的时候怎么刷出那种石头凹凸感？石块基本上，这都是用资产去堆的，有的用贴花，有的用资产去堆的。作者大大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太容易懒。像刚刚小鱼仔姐姐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作息先调整的规律一点，还有就是她的兴趣，她对这个感兴趣。其实我觉得每周以周为周期去规划自己下一周要准备做什么，大概的先计划一下会比较好。这个同学问，刚刷植被的时候，植被的疏密关系是怎么去做的？其实这个的话，比如说有的地方它是有故事性的，如果说你像经常走过的路，那你植被肯定是基本上就是秃的，基本上就是秃的。那你的没有经过它的路面呀，它的那个地形的话，如果说是青色的，那它就更旺盛一点，还是要多去找一下参考，可以看一下，好吧？因为刷植被，我是根据它的生长的习惯，平时生活中我会观察一些植物，它普遍都是长在哪个位置。比如苔藓，它一般都出现在什么位置？植物疏密的话，可能我之前学那个角色原画有一点关系，我会比较注重整个画面的比例，植物在这个画面里是不是规整的，占整个画面的比例会不会太多？它是不是3、7分啊？最好不要那种5、5分的啊这种，主要是看画面的构成。如果你平面构成比较好的，我觉得这个运用在那个场景里也是一样的道理。是全职的吗？是的。这个同学问地面的是资产面片拼的吗？哪个地面？地形是这边的地形吗？还是什么？地面资产，地面不是刷出来的吗？这些都是刷出来的，把它刷凹。这些水面就是用面片嘛，用那种水材质球。你像这里这个地方就是刷凹的地方，用一个水材质的一个面片就可以贴到这里，把这个边缘弄得融合一点就好了。一边班什么时候再开班？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网，开了。长要做多久，就要看你选择这个场景选的图难不难，大不大。我自己这个场景是有2个原画拼到一块儿的，这个房子这一块做的比较久。第一个场景水边的做的比较快，这个房子这一个承诺这边后期也打磨了很久，整个加起来有7、8个月，8个月差不多。小飞老师讲的非常好，不要这样搞，这样搞有点像坨了。3G 转游戏好转吗？会不会卡经验？卡经验是一定卡的，你得去积累，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作品说话。你作品好，那经验那一头的比例就会少一点。如果说你的作品稍微基础弱一点，那它就会卡得更凶。自制资产占比有多少？我很少。对，因为场景特别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今天的同学非常的多，有问题可以打在评论区啊，太强了，所以说要加油。所以现在小鱼仔姐姐的还在补基础，因为她走了一个大概的流程之后，她会发现她的那个模型还是偏弱的，所以她现在还在补基础。前期规划花了多久？前期规划大概2个星期吧。全职在家会有压力吗？这个压力我觉得得看个人，如果你自己经济上没什么压力，会好一些吗？对，而且小鱼仔姐姐也有业余的一些兼职，所以说这个要因人而异，要根据个人的情况。你不能说他全职在家做作品做得很不错，你自己就能行。所以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作品集主要关卡需要自己建模吗？这个要看你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本身的建模能力还可以，你就可以用外部资产。如果说你的建模能力偏弱，那你就有可能需要自己去建模，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最近的学员作品都还不错的，质量还都挺高的。边学边工作是提升最快的。对。工作中验证，是的，这样作品进大厂就没有问题了。不好说，因为作品有点少，基础有点薄弱，进大厂够呛。这些资产一般都是在哪找的？资产的话，你很多网站都可以去找的。一般进大厂需要作品集几个作品。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啊，这些资产是怎么拼接的这么自然？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些资产就因为是不同的资产，那你怎么拼接的这么自然？首先是颜色上一定要匹配，肌理上也要去匹配。可能有些风格化的
那些质感会大块一点，你要把它的肌理调得跟写实的那种肌理匹配一些。还是要有合理性。对，正好我们这一期，我先缩小一点，正好我们这一期的高级地编班开始招生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网，开课的时间是1月19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下面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对，课程的软件基本上就是 U1跟建模软件，资产基本上都是用外部资产是网课、线上课，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私信我，我基本上就是全天在线的。如果说大家有行业上的一些迷茫干嘛，也可以来私信我，我有时间也都会跟大家去聊的。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别的课也是刚开课的，还有一些模型课，基本上我们的课程流程还有一些介绍都是一些非常详细的，而且很多同学在实战中也能用得到的。视频这种水平可以找工作了吗？首先，他的作品数量，这个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说的。首先，你的作品数量一定要够，你的作品数量不够，那你只有一个，那也有点不行。这个零基础做的吗？几乎零基础，因为他没有一些相关的作品，而且之前的模型什么的都是半路出家的。这些雾的效果是使用的雾片吗？啊，雾片。对对，而且可以看到小鱼仔姐姐准备的一些参考是非常详细的，可以看到这种雾什么的效果氛围，这种房子的参考，还有一些根据这些游戏的参考破损植被，因为要合理性，那你肯定要去参考一些自然环境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看一下，是找的参考是非常详细的，结构穿插，有的时候会导致结构穿插的效果会类似于 bug，所以说可以看一下这种细节参考了植被。刚刚有个同学问植被怎么拼接起来这么自然，可以看一下吗？这都是需要去找一些参考，去验证的，像这些悬崖上的植被的一些参考。所以说大家遇到问题一定要去多找一些参考，这些都需要放在作品集里面吗？这些不用的，这些是给你们观看用的，鉴赏。对了，很多同学问我一个问题，像我们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学老师的方法去进行自己选题材、自己寻找题材进行还原，不是模仿，不模仿案例。在职的模型转地编，学习和工作之间协调，老师有没有好的建议？你只能去运用业余时间，因为像我们同学也有从模型转地编的成功的一些经验，他们都是在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完成的地编作品。因为公司内部有地编坑、有地编岗位的话，那你就可以毛遂自荐，是不是？那你有作品了，那你可以给你的组长或者说给你的领导去看，那他觉得你可以，那他就会让你转。课程是不是小白也可以看？小白的话需要补一下基础。像很多同学，我发现了很多同学，有的同学他上来说我要学这个，那我以为是你不说情况，我以为你是有基础的，那我就默认你有基础了。那后面有的老师他就找我算账了，他说怎么搞的？很多同学都没有基础，那你怎么让他报？那当时我也不知道，所以说我还替你们背了一下锅。所以说大家来咨询我的时候，可以把你的一些详细信息去说一下，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就像小鱼仔姐姐，她是属于一个例外，她是基础弱，但是她能跟下来，这种人是不多的。对，建模基础转行有什么技巧吗？转行只能说你要用一些作品来，因为在这行去求职，你没有作品，人家是很难相信你说的。比如说你说你能做，比如说就像小鱼仔姐姐的这个作品，那他有的同学他说他也能做，但是没有看到你做，那这个就没有信服力。跟 ST 是属于地编的范畴，它是属于做资产的。有的项目组里面它是有专门的植被组，这个具体还是要看公司的一个划分。有的公司它是有专门的 SD 岗位，还有一些别的岗位。那如果说他要把它单独划出来，那它就是一个单独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吧？非常感谢小鱼仔同学能够接受咱们的今天的本次的采访。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